好的，这里是跑来客串的乌鸦。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陆山湖台地的高层贵族，优雅华丽的空中猎手，个人心目中世界飞龙中的颜值担当，兼具实力和美貌的兵器美人风飘龙。老样子，我们先来看看其所属分类。根据树状图显示，风飘龙属于龙角亚目 Legiana 科，该科下目前仅有风飘龙一只独苗，虽显而易见，这个 Legiana 正是风飘龙的正式学名。根据考证，该词的前半部分 Lay 可能源自于英语的 Ray， 意指摇鱼或者是射线，可能指代风飘龙展开翼膜后扁平的身体。别问这里为啥 Ray 会读成 Lay 哈，日式英语嘛，都懂。而后半部分的 Giana 可能源自于阿拉伯语，意为羽毛。不过这一点我表示怀疑，因为阿拉伯的羽毛发音是和 Giana 差距其实有点大。不过总之，既然该科级单位是以风飘龙的学名命名，同时风飘龙也是该科以下唯一的物种，那么我们直接将其翻译成风飘龙科即可。据设定集所写，一般个体的风飘龙全长约为17米，高度为4.55米，而游戏中大鲸体型的风飘龙则能长到21.24米。代入这个体长数据，我们可以根据比例得出，风飘龙的翼展足足有31.72米。这个体型是什么概念呢？在众多飞行怪兽形象之中，有一个物种的体型与之十分接近，那便是阿凡达中的魅蚁。根据官方设定集《潘多拉生存手册》和《阿凡达世界》的数据，其翼展范围在25到31米之间，和风飘龙的体型十分接近，双方的比例大致是这样的。说起来，和阿凡达的男主杰克一样，咱们猎人也有着骑龙的爱好。OK， 那么说完了学名和体型，我们接下来看看风飘龙的外形设计。相信很多小伙伴早在其他的视频或者文章里都有听闻过，风飘龙将翼膜展开时，背部的配色和花纹极有可能是参考了现实中著名的大西洋海神海阔鱼。这种海阔鱼长有非常绚丽的蓝色花纹，不过要注意的是，具有这个花纹的其实是海神海阔鱼的腹部，而非背面。它们背面则是这样的银白色，相对要单调很多。只不过大西洋海神海阔鱼通常都以仰泳的姿势漂浮在海中，因此人们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它的背部。漂亮的外观让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成为了知名度能与西班牙舞娘比肩的裸鳃类动物。除了风飘龙外，在其他的一些文化作品中也不乏有参考它设计的生物，例如在方舟生存飞针中便具有一种名为海燕龙的模组生物，外形亦是将飞龙与海阔鱼相结合。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形象自然就是原神里的风魔龙特瓦林了。打住，我知道你们想发什么，我自己来，我抽圆。说回怪猎，我们都知道陆珊瑚台地这张地图设计原型就是现实中的珊瑚礁，所以给风飘龙设计这样的花纹显然要更加贴切。接着我们来看看风飘龙的主体设计吧。这个时候肯定有小伙伴表示，这不就是双足飞龙吗？确实如此。修长的尾巴和颈部再加上硕大的翼膜，风飘龙自然是龙味十足。不过除了双足飞龙以外，风飘龙身上也展现出了很多猛禽的特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风飘龙的吻部前端长有一个形似鸟喙的角质喙，且上喙末端带有向下的弯钩。这个鸟喙造型可以说非常具有猛禽的味道，锋利的钩状喙可以帮猛禽从猎物身上奋力的撕扯下皮肉。不过和现实中鸟类不同的是，风飘龙在长有鸟喙的同时还具有牙齿。我们知道，同时长有鸟喙和牙齿的鸟类，诸如反鸟类、黄昏鸟类，早在白垩纪末期就已经灭绝。现存的鸟类为了减轻重量以适应飞行，均退化掉了牙齿。而对于风飘龙这么硕大的体型来说，牙齿那一点质量可以说微不足道，所以牙齿没有退化也是很正常的。这样的鸟喙再搭配风飘龙那凶厉的黄色眼睛，正视风飘龙时总给我一种在和金雕对视的感觉。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风飘龙和飞行的猛禽一样，长有长度较短的肤质，并搭配一对锋利的鸟爪，前3指和后指形成了对握，能进行有效的抓握和杀伤。这样锋利的鸟爪搭配鸟喙，我们已经可以预测风飘龙是如何捕猎的了。在锁定猎物方翼龙之后，风飘龙便会以一个帅气的姿势腾空接俯冲，用爪子将猎物牢牢的固定住。不过和现实中猛禽抓到猎物后回到地面享用不同的是，风飘龙会直接在空中就开始进食方翼龙。好家伙，一边吃东西一边扑腾翅膀，感觉能量消耗有点大吧。当风飘龙进食完毕之后，它便会回到那高耸入云的巢穴中进行休息，吃饱喝足后自然就美美的睡上一觉啦。晚安，大小姐。어조사마, It's time to go to bed. 또 핸드폰 하는 거예요. 늦게 자면 야래. 뭐 말리는 아가씨. 而作为一名优雅的大小姐，自律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品格。据设定集所写，风飘龙想要保持敏捷的身手，便需要维持相对纤细的体型，因此它们每天只会在清晨时间捕食一次，其余时间便不再捕食，以避免进食过多导致体重过重。哇，贵族大小姐生活就是自律啊！为了保证自己纤细优雅的身材，而一天只选择吃一顿饭，咱就问屏幕前的你做得到吗？与此同时，就和很多怪猎捕食者那样，风飘龙除了会用那对脚爪捕猎，同时也会用它标记领地。据设定集所写，
且由于爪子是风飘龙重要的武器，因此它们时常会在巡逻的时候利用岩石或者树木来磨爪子，而这些爪痕同时也成为了风飘龙标记领地的记号。十分有趣的是，游戏中每当有风飘龙在地面磨完爪子后，便会用嘴咬一口直爪。对于这一行为，设定集并未给出解释，个人猜测或许是风飘龙在用嘴巴磨爪子吧。斩龙直呼内行，大小姐只不过在做美甲罢了。除了鸟喙和脚爪，风飘龙身上还有很多参考猛禽的影子，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风飘龙在着陆前的姿势，这个脚爪向前伸的姿势也是像极了猛禽着陆的姿势。我们来看几个片段对比一下。而在成功着陆之后，我们便会看到风飘龙能将翅膀紧紧地收起，悬在空中，行走时翅膀也不接触地面，这一点也是像极了猛禽和其他的鸟类，和我们普遍印象中着陆后将前肢搭在地面上的双足飞龙形象截然不同。当然了，怪猎里面许多飞龙种都能这样将翅膀收起，而这也并非怪猎首创，一些中世纪时期的双足飞龙画像也具有这样类似鸟类的翅膀，这点我们放到后续的视频再来详说。综上可见，风飘龙在以传说中的双足飞龙为基础蓝本的同时，亦是加入了许多猛禽的特征，为它整体外观又增加了几分优雅和凌厉，真是太美了呀！接下来要说的自然就是风飘龙的翅膀了。虽然我们前面说了，风飘龙能够像鸟类那样将翅膀收起，但其支撑结构依然是典型的蝙蝠翼型。它们的第一指较短，主要由特化延长的第2到第5指支撑翼膜。不过和蝙蝠那4指紧密相连的翼膜所不同的是，它们的4根手指会分别支撑着一块翼膜，彼此并不互相连接。在风飘龙不飞行的时候，4瓣翼膜还会收缩，形成一个个明显的分叉。这个分叉结构，我们在前面的海燕龙和风魔龙的翅膀末端已能看到。设计灵感可能是出于模仿大西洋海神海阔鱼腹肢末端的鳃叶。类似的结构是否存在于现实中的飞行动物身上呢？硬要说也不是没有。例如部分鸟类在飞行时便会将翅膀的末端的初级飞羽展开，就像分开的手指那样。这些分开的初级飞羽就像是一个个单独的微型机翼，可以用于减少翼间涡流。顺带一提，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阿凡达中的魅影，它们的翅膀末端也长有这样可以自由开合的鳍条。设定集亦是称魅影这一结构和鸟类的初级飞羽类似，可能用于引导或阻止涡流的产生。果然，优秀的生物设计很多都是相通的。说回风飘龙，或许是具有空隙的翼膜，多多少少还会影响制空能力。风飘龙同时又在颈部和尾部演化出了2片皮膜以辅助飞行，这2对皮膜只有在飞行和滑翔时才会展开，平时则是收起来看不见的。顺带一提，风飘龙这对颈部皮膜再搭配喙状的嘴的造型，让我感觉莫名熟悉。是谁呢？对，就是这个。除此以外，在风飘龙的尾部末端还长有一片竖起来的皮膜，同样只会在飞行时展开，乍看就像是某种浮鳍鱼类的尾鳍，作用估计是参与控制飞行方向。第一眼看到这张能伸缩自如的皮膜构造时，各位小伙伴想到了啥呢？飞蜥、鼯鼠，它们都有能够伸展的皮膜可以进行滑翔，但并不具备真正的飞行能力。而考虑到飞蜥的翼膜是由肋骨支撑，而风飘龙的皮膜据设定集可知是由肌肉控制，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更接近鼯鼠一点。所以总体来说，风飘龙为了更好的飞行，可谓同时结合了鸟类、蝙蝠、鼯鼠等等飞行、滑翔动物的生理特征，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有了这些皮膜的辅助，加上独特的翅膀构造，风飘龙的飞行能力自然是大大加强。据设定集所写，风飘龙的皮膜不只有一张，而是由许多皮膜连接成了一整张，它们可以根据飞行高度和速度进行各方面的调整，以进行精确控制。这样的风飘龙便可以巧妙地利用乱气流在风中自由翱翔。而观察游戏中的表现，风飘龙亦是能灵活地躲避陆山湖台地的各种障碍物，飞行能力不可谓不高超。与风飘龙交过手的猎人都知道，风飘龙能在战斗时使用冰雪攻击我们，而这冰雪产生的原理自然就是典型的怪猎科学了。设定集称，在风飘龙体内有一个名叫冰结带的器官，这个冰结带能和水反应，从而产生出过冷的液体物质。这些液体物质能够通过风飘龙的头部、胸部、翼腕和尾部的青色分泌腺释放出来，由此便产生了游戏中的冰雪攻击。只能说这一技能也只有怪猎生物能折腾得起了。现实中哪个脊椎动物能受得了体温瞬间降至冰点呢？而哪怕对于风飘龙来说，体温大幅度降低亦是有害的。据设定集所写，风飘龙对毒的耐性极低，在受到毒的影响时，它们的平衡感便会变得很差，飞行能力也会显著的大幅降低。这是因为冰结带在工作时会导致风飘龙的平均体温过低，这种情况下还想要精确的控制皮膜，就需要发达的毛细血管，但毛细血管恰巧又关系到毒液的吸收。由此可见，游戏中对抗风飘龙，复读武器便是最佳的选择。估计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性，设计者才在风飘龙的家下方通过几株毒草来辅助玩家与风飘龙的战斗吧，这样玩家自己也会踩进去就是了。
如果有人提问世界中设计最美丽的怪物是谁啊，我肯定是黄黑龙啊，嘿嘿嘿。但是对老毒来说会有所犹豫。但倘若你问最美的飞龙种是谁，我肯定会毫无迟疑的说出风飘龙3个字。试想一下，一个拥有少女般窈窕的身姿，蝴蝶般漂亮绚丽的翅膀，同时具备猛禽般凌厉的眼神和利爪，还能像艾莎公主那样释放冰雪的美丽飞龙，于鹿珊瑚台地本就一个十分梦幻的地图中现身，那感觉真是妥妥中的龙中仙女啊！这便是我对风飘龙这一怪物的印象。这哪是怪物呢？这分明是传说中的神兽啊！在风飘龙的身上，我既看到了属于传说中双足飞龙的神秘与奇特，也看到了猛禽身上那作为高空掠食者的飒爽与凌厉，又看到了童话中梦幻仙兽所具有的优雅与美丽。真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幻想生物设计了。鹿珊瑚台地这张以珊瑚礁为原型的地图，再搭配风飘龙身上许多源自海洋生物的设计，不禁让人产生了它是在海中遨游，而不是在空中飞行的美丽错觉。或许这正也是它的名字叫做风飘龙，而非风飘龙的原因吧。